柯蒂斯独自站在大殿中央，对着王座上的皇帝低下了头。他说自己犯下了3桩重罪，曾经他们讨论过复仇的意义，就是要让对方感受同样的痛苦，把受过的屈辱和愤怒全部还回去。皇帝看着眼前的男人问：你真的做到以牙还牙了吗？柯蒂斯沉默了片刻，他说自己灭了达尔顿全族，却唯独放过了那个女儿，甚至还欺骗了所有人，这就是他的第1桩罪，放走了本该杀掉的仇人。皇帝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那么你的第2桩罪又是什么？柯蒂斯接下来的话简直是在挑战所有人的底线。他说公主单方面的追求让他很困扰，这种对皇室的不忠就是他的第2桩罪。大殿里瞬间炸开了锅，贵族们纷纷指责他狂妄无礼，甚至叫嚣着要砍掉他的脑袋，而那位尊贵的公主更是被气得站都站不稳。够了！皇帝的一声怒喝让嘈杂的现场瞬间死寂，对方死死盯着柯蒂斯，说自己把一个流浪的佣兵头子重新提拔成了边境伯爵，结果换来的却是对自己女儿的羞辱。这已经不是在认罪了，这是在当众打皇帝的脸。皇帝握紧了手中的权杖，冷冷地说：柯蒂斯今天必死无疑，但看在往日的战功份上，允许他把最后的话说完。那么你的第3桩罪到底是什么？柯蒂斯缓缓抬起头，抛出了一个足以让皇室地震的秘密。他说自己绑架了奥蒂斯，也就是皇帝那个一直被藏起来的私生子。大殿内瞬间爆发出一声闷响，皇帝暴怒之下挥起权杖，重重地砸在了他头上。对方歇斯底里地怒吼着，质问他怎么敢动那个孩子。这已经不是在求饶了，柯蒂斯是在用皇子的命跟皇帝做最后的博弈。皇帝指着眼前的男人，冷笑着说：“他的胆子确实不小，难道费尽心思绑架皇子，就只是为了给自己换一条生路吗？”柯蒂斯听完直接笑出了声，他说自己根本没想过要活命绑架那个私生子，其实是为了向皇帝献上最后的忠诚。他顶着满脸的血迹，语气平静的让人发毛。他说自己只是在纠正一个错误。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更惊人的真相：那个被皇帝视如珍宝的私生子，难道不是杀害大公之子的真凶吗？这下轮到皇帝沉默了。柯蒂斯手里握着的不只是皇子的命，更是皇室足以灭顶的丑闻。听到这个荒唐的真相，皇帝竟然在大殿上狂笑起来，那笑声听得周围的贵族脊背发凉。谁也没想到局势会失控到这种地步。对方止住笑声，一字一句地确认这笔交易。柯蒂斯是想用皇子的命换取皇室彻底放弃追捕洛克萨纳，哪怕额头的血已经流到了眼睛里。柯蒂斯依然面不改色，他承认了，这就是他今天出现在这里的唯一目的。皇帝死死盯着他，问他难道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吗？对方恨不得现在就将他碎尸万段，把他的脑袋挂在城墙上示众。面对皇帝杀气腾腾的威胁，柯蒂斯竟然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他说：“既然这是您的愿望，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紧接着，他抛出了最后一句杀人诛心的话：“可惜您现在才想动手，已经太迟了。”皇帝痛苦地捂住了脸，仿佛在这一刻彻底败下阵来。对方有气无力地下了一道命令，把那个女人带进来。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门口，只见一个女人赤着脚走了进来。每走一步，地板上都会留下一个鲜红的血印。看着那个熟悉的身影走近，柯蒂斯整个人都定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洛克萨纳会出现在这里。皇帝坐在高位上，冷冷地叫出了他的名字。对方提醒洛克萨纳，作为罪臣之女，主动走进这间大殿，就意味着死路一条。可洛克萨纳的语气异常坚定，他说自己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全是为了复仇。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他指向了台上的柯蒂斯，一字一句地宣布，那个男人就是毁掉他家族的真凶。皇帝觉得这简直是笑话，自投罗网丢掉性命，这算哪门子复仇？洛克萨纳看着僵在原地的柯蒂斯，终于揭开了他最残忍的底牌，因为那个男人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我。他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说出的话却像冰冷的刀子，让心爱的女人死在自己面前。对他来说，还有比这更完美的复仇吗？大殿内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洛克萨纳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周围全是想要他命的人。愤怒的咆哮声此起彼伏，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叫嚣着，要处死这个魔女，要把她送上火刑架。面对这排山倒海的恶意，洛克萨纳却显得异常平静，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可台上的柯蒂斯却彻底乱了阵脚，他原本以为自己能掌控全局，结果却被最爱的人反将一军。他看着台下那个决绝的身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质问：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现身？他费尽心机想要保住的命，现在却成了对方用来折磨他最狠的武器。他不明白洛克萨纳为什么要跑回来送死，可对方却表现得异常冷静，甚至还带着一丝挑衅。他说：既然你这么爱我，那就要想办法救我，不是吗？这一声柯蒂斯直接击碎了他最后的理智，他发现自己根本没得选，哪怕这个女人刚刚背刺了他，哪怕他正把他往火坑里推，他还是没法眼睁睁看着他去死。柯蒂斯突然捂住脸笑了起来，那笑声听得人脊背发凉。他低声说了一句：好啊。这一刻他终于承认自己这辈子都注定要死在洛克萨纳手里。在柯蒂斯眼里，洛克萨纳就是他的命，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是他的一切。这种爱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甚至让他产生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占有欲。他在心里默默发誓，既然你把命交到了我手里，那就别想轻易逃掉，没有我的允许，你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冰冷的海水瞬间把他淹没，求生的本能也随着气泡一起消失。难道真的要这样结束了吗？明明连死都要听那个人的命令，现在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光亮越来越远，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吗？
就在他彻底沉入黑暗之前，一只手死死抓住了他。他逆着光游向深处，仿佛要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可还没等听清他在说什么，洛克萨娜猛地坐起身。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耳边就传来了急促的呼唤声：“小姐，您终于醒了！”明明拼了命想要忘记过去，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又梦到了小时候的事？还没等洛克萨娜想明白，女仆就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大喊着让他赶紧逃命。原来一群来历不明的士兵已经攻破了大门，家里的骑士根本挡不住，这里马上就要沦陷了。逃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快步冲向窗边，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定住了。原本平静的宅邸，此刻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到处都是厮杀声和惨叫声。这根本不是梦，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在这种生死关头，洛克萨娜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父亲，可得到的回答却让人心寒。那个本该保护大家的人，竟然丢下所有人，独自逃命去了。洛克萨娜没有时间悲伤，他迅速冷静下来，把城堡的秘密通道告诉了玛丽，命令他带着所有仆人立刻撤离。小姐，那您怎么办？您必须跟我们一起走啊！面对玛丽的哀求，洛克萨娜只是摇了摇头。他说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别管我了，快走！他独自站在窗前，看着外面被烈火吞噬的家园，还有那些倒在血泊中的骑士。既然父亲已经逃了，那这里的一切就由他自己来做个了断。曾经辉煌的城堡，如今只剩下漫天的大火。洛克萨娜站在废墟中，看着这一切化为乌有，他觉得这样挺好。那个所谓的父亲，早就该为自己的罪孽买单了，尤其是为了那个被伤害的孩子。哈罗德还在疯狂的咒骂，叫嚣着要让魔鬼受到惩罚。他根本没意识到，真正的魔鬼一直就在身边。敌人的叫嚣声在火海中回荡，哈罗德绝望地守在洛克萨娜身边，嘴里不停念叨着一切都结束了。确实，骑士团长已经战死，剩下的士兵也全都放下了武器，就连那个抛下大家逃跑的父亲，此刻也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可哈罗德却突然像变了个人，他死死盯着洛克萨娜说事情还有转机。别忘了，您还有一位身份尊贵的未婚夫，埃诺赫公爵可是皇帝的亲侄子，只要能把球就信送出去，看在皇室定下的婚约份上，他绝不会做事不管。这是洛克萨娜最后的生机，也是他唯一的赌注。哈罗德以为埃诺赫是救命稻草，可洛克萨娜心里最清楚，这位未婚夫到底有多厌恶自己。别指望我会把你当成未婚妻。埃诺赫丢下这句冷冰冰的话，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对他来说，这段婚约只是迫于皇室的压力，他甚至恨不得洛克萨娜立刻消失。而这一切的根源，全都要归罪于洛克萨娜的父亲，那个贪婪又残暴的道尔顿侯爵。在父亲眼里，领地里的平民只是收割金钱的工具，没钱了就疯狂加税，谁敢反抗就公开处决。他甚至不允许洛克萨娜靠近那些穷人，觉得那会弄脏了贵族的身份。这就是洛克萨娜的父亲，一个毫无怜悯之心的恶魔，背负着这样的家族罪孽，那个被全城痛恨的男人又怎么可能伸手救他？其实洛克萨娜并不是没努力过，他曾瞒着父亲偷偷救助那些穷人，甚至还帮过一个走投无路的孕妇。可这种微弱的善意在2周前彻底破灭了。那个男人发现了他的秘密，愤怒地扇了他一个耳光，骂他是个没用的东西。他甚至觉得洛克萨娜无可救药，直接下令把他关进塔顶，直到出嫁那天都不准出来。那是一座像鸟笼一样的监狱，洛克萨娜被锁在最高处，每天只能靠一顿剩饭活命。这种日子他早就过够了。所以当哈罗德还在幻想求援时，洛克萨娜只是平静地看着大火。别傻了，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未婚夫恐怕正等着看这场好戏呢。哈罗德，你动脑子想想，就算皇权再怎么衰落，如果没有皇帝的默许，谁敢明目张胆地攻打侯爵岭？那些冲进城堡的家伙根本不是什么流寇，而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哈罗德定在原地，他终于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灾难，更是对道尔顿家族罪孽的清算。可下一秒，他的眼神突然变得阴狠，死死盯着洛克萨娜。你这个贱人，是不是你勾结了那些混蛋？就因为被关在塔顶，怀恨在心，所以你偷偷打开了城门，想拉着全家人一起陪葬队吗？哈罗德已经彻底疯了，他把所有的恐惧和愤怒全都发泄在洛克萨娜身上。他在咆哮，觉得如果不是洛克萨娜开了城门，城堡绝不可能这么快陷落。他猛地扑了上来，死死掐住洛克萨娜的脖子，嘴里喊着要杀了这个叛徒。洛克萨娜根本无法反抗，只能在窒息中发出微弱的求救。漫天的杀意和火焰交织在一起，耳边全是疯狂的诅咒，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叫他去死。就在意识即将消散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了心跳声。洛克萨娜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洛克萨娜快要窒息时，一个冰冷的声音突然响起：嘲讽道尔顿家族的人是不是都这么急躁？眼前的男人手握染血的长剑，他就是这支军队的首领男人。他看着满地的狼藉，语气里全是轻蔑。既然最后都要被整整齐齐的吊死，何必急着现在就自相残杀？男人缓缓蹲下身子，视线落在了洛克萨娜身上。他听说过传闻，道尔顿家有个见不得光的女儿，因为太过丢人，一直被家族藏在深处，不让见人。他伸出手，粗暴地抬起洛克萨娜的下巴，想要看看这个所谓的家族耻辱到底长什么样。这一刻，洛克萨娜才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死神的凝视。男人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用戴着手套的拇指漫不经心地抹开了洛克萨娜脸上的血迹。他像是在打量一件刚入手的商品，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沉吟。
不错，他微微勾起嘴角，提议要和这位道尔顿家的女儿好好继续刚才没说完的话题。洛克萨纳竟然想让对方放过所有投降的人，甚至还要给平民自由民的身份。男人听完只觉得可笑，他凭什么要答应这种毫无好处的条件？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整场博弈瞬间反转。只要男人肯点头，他就会亲手交出侯爵印章；如果拒绝，那这枚象征权力的戒指，他这辈子都别想找到。洛克萨纳很清楚，没有这枚印章，谁也没法名正言顺地统治这里。这是他手里最后的筹码，也是唯一的希望。周围的士兵被彻底激怒了，甚至叫嚣着要用酷刑逼洛克萨纳开口。可带头的男人却突然大笑起来，仿佛听到了这辈子最滑稽的笑话。在他眼里，这种为了活命而挣扎的手段，简直可笑到了极点。男人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他根本不在乎这片土地，更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印章。他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这儿变成一片废墟。洛克萨纳彻底愣住了，他本以为那是最后的底牌，结果在对方眼里根本一文不值。如果连印章都没用，那这些无辜的人该怎么活下去？洛克萨纳已经无路可走，他不知道还能拿什么去交换，才能保住那些人的命。男人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嘲讽他的把戏已经玩到了头，甚至还想亲眼看看他彻底崩溃的样子。可当那沉重的头盔被摘下，露出的那张脸却让洛克萨纳整个人都僵住了。这怎么可能？那段被水淹没的痛苦记忆瞬间涌上心头，画面里那个拼命拉住他的少年和眼前这个冷血的恶魔竟然重合在了一起。柯蒂斯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里满是玩味。他竟然让洛克萨纳跪下来求他。看着曾经熟悉的脸庞，如今却带着陌生的残忍，柯蒂斯甚至开出了条件，只要他表现得足够顺从，或许能换来一条生路。可洛克萨纳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在他的记忆里，这个男人明明早就已经死了，那个曾经让他心动的初恋。那时的柯蒂斯才13岁，他曾对洛克萨纳许下诺言，说会像守护珍宝一样珍惜他。可这份纯真很快就被鲜血淹没了。一个阴险的仇家，为了彻底铲除拉塞尔家族，竟然伪造证据诬陷他们叛国。曾经显赫的家族一夜崩塌，大火吞噬了整座城堡，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全都被活活烧死在里面。更残忍的是，那些尸体甚至没能入土为安，全都被扔去喂了野狗。洛克萨纳跪在雨中，他始终不敢相信这个男人竟然还活着。可柯蒂斯只是冷笑了一声，他说：“抱歉让你失望了，我不仅从那个地狱里爬了出来，还找了一个替死鬼。原来当年死在乱军之中的只是他的一个仆人，而洛克萨纳却被这个谎言骗了整整这么多年。”他看着眼前这个满身杀气的男人，心里全是弄丢他的愧疚。可柯蒂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愣住了。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问：“你觉得是谁打开了城外的大门？”柯蒂斯揭开了最残忍的真相，那个打开城门引狼入室的叛徒，竟然是洛克萨纳最信任的女仆玛丽。曾经拼命催促他逃跑的人，转头就把他卖了个干净。这种被至亲背叛的滋味，让洛克萨纳整个人都定住了。柯蒂斯语气冰冷地问：“要不要我现在就杀了他？只要你开口，我就在你的面前处决这个叛徒。”可洛克萨纳却低声哀求，求他放过玛丽。这种无趣的仁慈让柯蒂斯感到厌烦，但他还是答应了。他俯下身，在洛克萨纳耳边警告：“别高兴得太早，活下去未必是恩赐，总有一天你会跪着求我杀了你。”柯蒂斯的声音冷得像冰，他说：“从今天起，洛克萨纳这个名字已经死了，他要把他送进最破旧的修道院，在那里没人知道他的过去，也不会有人去寻找一个死人。曾经尊贵的侯爵千金，现在只是一个无名的修女，像个幽灵一样活在阴影里。那个贪婪领主的女儿已经彻底消失了，她被关进了无形的鸟笼，再也没有逃脱的可能。”男人缓缓拔出长剑，却只是割断了洛克萨纳的长发。对他来说，直接杀掉仇人的女儿实在太便宜了。他命令洛克萨纳滚进修道院，用余生去为他父亲犯下的罪孽祈祷，穿着最破烂的衣服，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活下去。柯蒂斯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在他眼里，洛克萨纳现在的顺从全是演戏，他正等着看他逃跑时的狼狈模样。等他彻底玩腻了，就会亲手了结他的性命。这根本不是什么仁慈，而是一场漫长的猫鼠游戏。洛克萨纳跪在冰冷的地上，声音微弱地问：“如果我照做了，真的能赎罪吗？”柯蒂斯丢下最后一句冷话：“能不能赎罪，那是你该去弄清楚的事。”随着他的离去，曾经那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洛克萨纳道尔顿已经彻底死在了这片废墟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这座静谧的修道院。曾经那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女孩，现在有了新的名字——洛克萨纳修女。2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她已经习惯了这种平和的生活，每天在祭坛前虔诚祈祷。同伴艾琳走过来，轻声询问，担心她昨天采药太辛苦，劝她多休息一会儿。她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说自己并没那么娇贵。艾琳的关心总是这么直接，她叮嘱洛克萨纳千万不能生病，因为在这个小小的屋檐下，他们早就是相依为命的一家人了。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柔，让习惯了冰冷世界的洛克萨纳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人在意的滋味。安吉拉修道院坐落在领地边缘，虽然地方不大，却住着院长玛利亚和几个性格迥异的姐妹。这里没有尔虞我诈，只有最简单的烟火气。洛克萨纳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利用草药知识帮大家调理身体，看着同伴们因为他的茶而睡个好觉。这种被需要的感觉，让他觉得这2年的平静生活真实的像一场美梦。洛克萨纳正和艾琳聊着草药的学问，这种平静的日常让他几乎快要忘记过去的阴影。可就在这时，安娜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打破了这份宁静。院长急着召集所有人，因为山下的村子出事了，那些孩子们的状况非常诡异。
原本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可当他们看到孩子身上的红疹时，才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平静的生活到此为止，一场未知的危机正悄悄笼罩了这座修道院。这种病叫花热症，是因为误食了森林里的毒蘑菇。虽然大人不容易被感染，但对免疫力弱的孩子来说却是致命的。院长当机立断，必须立刻把孩子们送进医务室，绝不能和外界有任何接触。讽刺的是，就在不久前，这些村民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只要能救孩子，让他们做什么都愿意。可现在，当初的哀求全都变成了愤怒的咆哮。他们举起农具，疯狂地撞击着大门，叫嚣着要带走孩子。人心有时候真的比病毒更难捉摸。门外传来的撞击声震耳欲聋，修道院的大门在剧烈的冲击下，已经快要撑不住了。洛克萨纳心里很清楚，整整4天病情都没有好转，村民们的耐心早就磨没了。这场暴动，院长其实早有预料。看着疲惫不堪刚睡下的院长，他决定不再依靠任何人，而是独自去面对这场风暴。他推开沉重的大门，直接挡在了愤怒的村民面前。面对那些冰冷的农具，他没有后退半步。村民们叫嚣着要带走孩子，说要去邻村找更好的医生。可这种时候把病人带走，简直就是让他们去送死。村民们根本不信什么隔离，觉得这全是修道院编出来的谎话。洛克萨纳直接把大门敞开，想看就自己进来，但要是被传染了，修道院概不负责。带头的男人立刻抓住了话柄，既然这病这么厉害，凭什么你们这些修女全都安然无恙？洛克萨纳刚想开口解释，却被同伴拦住了。这种时候，真相往往比谎言更危险。他们之所以没事，是因为早就要过这种病，身体里已经有了抗体。可跟这群已经疯了的人讲道理，根本行不通。一旦说出实情，他们不仅不会理解，反而会觉得是修女们把病毒带进来的。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加上恶毒的猜忌。村民们不仅想抢走孩子，甚至开始往院长身上泼脏水，说他以前当药剂师的时候就曾经害死过病人。这种恶毒的谣言让在场的修女们都听不下去了。村民们越说越过分，甚至指着鼻子大骂院长是杀人犯。洛克萨纳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挡在所有人面前，语气冰冷地命令对方道歉。院长绝不是这种人能随意侮辱的。带头的村民被他的气势镇住了，改口说道歉可以，但如果1周之内治不好孩子，修道院必须负责。艾琳在一旁急得不行，1周时间根本不够，可洛克萨纳却直接立下了军令状，不用1周，10天之内他会让所有孩子彻底康复。安娜和艾琳完全不敢相信，洛克萨纳竟然打算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开。他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只是默默收拾好行囊。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只能去找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他要去见拉塞尔边境伯，也就是柯蒂斯，只有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才能真正救下这些孩子。洛克萨纳当众保证，1周之内他一定会带着医生和解要回来。这不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守护这座修道院最后的尊严。这趟去往城堡的路比洛克萨纳预想的还要艰难。他拿着那张破旧的地图，为了赶时间，只能在荒郊野外露宿，饿了就啃2口干硬的面包，渴了就喝点凉水。但这些身体上的折磨其实都不算什么，真正让他感到痛苦的是接下来的这件事。越接近伯爵领地，那个男人的脸就越清晰。洛克萨纳还没站稳，那个让他脊背发凉的声音就响起了。柯蒂斯一边走近一边冷笑，说他这次干得真是漂亮，连那个难搞的修女长竟然都被他给收买了。他把洛克萨纳逼到墙角，语气里全是怀疑和挑衅，问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甚至嘲讽他是不是变成了哑巴。面对这种步步紧逼，洛克萨纳根本无处可逃。洛克萨纳突然伸手想要查看柯蒂斯脸上的伤口，他显然没料到这一招，语气里满是嘲讽，问他是不是又想到了什么新花样。洛克萨纳没有解释，只是递出一瓶治伤的药水，说这对他脸上的划痕有好处。他甚至怀疑这瓶药里是不是藏着什么剧毒。柯蒂斯根本不领情，直接把药瓶挥到了地上。看着那个冷漠离去的背影，洛克萨纳只能收起那份心意。连续赶了3天3夜的路，洛克萨纳摸了摸疲惫的马匹，轻声说着辛苦了。他来到一处偏僻的民宅前，试探着敲了敲门，可屋里半天没有动静。就在他以为找错了地方，打算转身离开的时候，房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看清开门的人后，洛克萨纳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眼前的人正是玛丽。玛丽显然也没想到，竟然还能再次见到他。进屋坐下后，玛丽一边倒茶一边感慨，说大家这段时间过得都很好。原来当初多亏了洛克萨纳的安排，伯爵才肯收留他们这些无处可去的人。在这个陌生的领地上，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玛丽抱着孩子连声道歉，说自己刚才实在是太失礼了。洛克萨纳看着她现在的样子，心里只有欣慰。原来玛丽已经嫁给了一个踏实的人。玛丽压低声音说，大家都以为洛克萨纳已经不在人世了。洛克萨纳平静地解释，是侯爵在暗中救了他，现在他正以修女的身份活着。叙旧之后，洛克萨纳终于说出了来意，他需要玛丽再帮他最后一次。玛丽的丈夫二话没说就答应了，甚至觉得这是理所应当。原来当初洛克萨纳不仅救了玛丽，还出钱治好了他家人的腿伤。曾经种下的善因，终于在这一刻变成了他的退路。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男人让洛克萨纳躲进木箱，并叮嘱他千万别出声。他约定等到了领主城堡，会以2声咳嗽作为信号，到时候他再趁机出来。就在这时，同行的工友大声催促他快点出发，还警告他要是弄丢了货，那可是要掉脑袋的罪名。男人强装镇定地敷衍了过去。马车队缓缓驶向城堡，一路上工友都在抱怨领主太难伺候，
男人也只能在一旁随声附和。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宫有神神秘秘地凑过来，说这车里装的可不是普通玩意，而是费伦茨公爵送给国王的贡品。听到这个消息，男人半天没说出话来。画面一转，一辆华丽的马车正行驶在林间小道上，车厢内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埃诺赫合上手中的书，冷冷地询问清理工作的进展。对面的少年兴奋地汇报着，说为了杀鸡儆猴，他们砍掉了那个高利贷者的双手，并挂在城墙上示众。听着这种残忍的行径，埃诺赫的脸上没有任何波动。在他眼里，那些不听话的人根本算不上人，只是需要用棍棒管教的畜生。这个冷酷到骨子里的男人正是费伦茨公爵埃诺赫，人们更习惯称呼他为铁血公爵。为了掩护洛克萨纳潜入，男人故意找借口停下了马车，并支开了所有的随从。他打开沉重的木箱，低声催促他赶紧出来计划有变，这里就是他必须下车的地方。男人递过一件宽大的斗篷，让他遮住显眼的红发。他没有犹豫，立刻换好了伪装，只要信号一响，他就要拼命往右边跑。能不能顺利混进城堡，全看着最后的一搏了。趁着男人制造的混乱，洛克萨纳拼命向外跑去，本以为只要穿过这片树林就能彻底重获自由，可还没等他松一口气，一只冰冷的手就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所有的希望在这一刻戛然而止。抓住他的男人正是埃诺赫，他居高临下的审视着眼前的猎物，语气里满是不屑，甚至把他当成了潜入府邸的小偷。他逼着他脱下伪装，交代身份。那些刻薄的话语瞬间勾起了洛克萨纳最痛苦的回忆。曾经这个男人亲口说过，他是他的未婚妻，简直就是这辈子最大的耻辱。洛克萨纳万万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拦住他的，竟然是前未婚夫埃诺赫。洛克萨纳盯着他眼下的乌青，断定他正遭受着严重的失眠折磨。既然身份已经快要瞒不住，他索性反客为主，提出可以帮他解决麻烦，但唯一的交换条件就是绝对不能脱下这件斗篷。洛克萨纳先发制人，要求埃诺赫放过那个马夫，毕竟现在保住帮手才是最重要的。面对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埃诺赫虽然有些不悦，但身边的随从却提醒他，现在的确没有任何药物能治好他的失眠。洛克萨纳顺势抛出了诱饵，他声称自己不需要用药，只要一支特制的香薰蜡烛就能解决问题。为了掩盖身份，他谎称自己是修道院诊所的医生，因为宗教誓言才不能摘下斗篷。这番滴水不漏的解释，让一旁的随从也开始暗自揣测他的来历。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自己曾如何用草药治好了严重的失眠症。看着埃诺赫那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洛克萨纳知道这个男人已经彻底上钩了。洛克萨纳有条不紊地讲解着从睡前的仪式到放松的细节，听起来既专业又冷静。埃诺赫在心里暗自盘算，这个女人的语气不卑不亢，确实很像那些训练有素的修女，完全不像是临时编出来的瞎话。可即便如此，生性多疑的埃诺赫还是不肯松口，他绝不会让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轻易接近自己的身体。就在局面陷入僵持的时候，被按在地上的马夫突然大喊起来。他谎称洛克萨纳是自己妻子的旧识，是因为担心他独自赶路才带上他的，再加上守卫确认了车内财物完好，洛克萨纳终于洗清了小偷的嫌疑。埃诺赫盯着眼前的女人，沉默良久，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他冷冷地丢下一句：“下不为例。”如果治疗没有效果，后果绝不是他能承担得起的。看着埃诺赫离去的背影，洛克萨纳知道这第一关总算是闯过去了。洛克萨纳长舒了一口气，谢天谢地，埃诺赫果然没有认出他。说来真是讽刺，曾经作为未婚夫妻，两人竟然陌生到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但这反而成了他现在的救命稻草。就在他准备离开时，随从却突然叫住了他，非要问个姓名才肯放行。他脑子飞快转动，随口编了个假名梅兰妮，总算是有惊无险地混了过去。离开那片是非之地后，他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穿过森林赶往城门。面对守卫的盘问，他再次搬出那套修女的身份，声称自己有紧急公务在身。守卫的眼神里写满了怀疑，他命令洛克萨纳摘下兜帽，毕竟一个修女在深夜独自赶路，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更糟糕的是，守卫一眼就盯上了他的长发，在圣安吉拉修道院，哪怕是见习修女也该剪掉头发，这可是最基本的常识。洛克萨纳赶紧解释，说自己还没行过终身院，甚至还编造了院长不让他剪发的理由，试图以此蒙混过关。可守卫根本不吃这一套，他认定眼前的女人就是个骗子，直接挥起武器准备拿人。眼看局势就要失控，洛克萨纳竟然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猛地拔出短刀，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亲手割断了那一头如火的长发。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洛克萨纳独自站在晚霞中，他知道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可还没等他理清思绪，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原来他们口中的修女竟然就是你啊！这声音听起来太耳熟了，洛克萨纳猛地抬头，他怎么会在这里？记忆瞬间把他拉回了那个恐怖的夜晚。这个男人当时就跟在柯蒂斯身边，甚至还冷冰冰的提议要把身为侯爵女儿的他直接杀掉。直到男人再次不耐烦地质问，他才从恐惧中惊醒。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洛克萨纳急切地恳求，我有急事，请让我见伯爵大人。可换来的却是对方冷漠的嘲讽，你是不是疯了？修道院下面的村子里，孩子们正被瘟疫折磨。洛克萨纳顾不得许多，只能用这个理由寻求帮助。男人沉默了片刻，最终还是让他上了马，毕竟这里离内城还有很长一段路。看着远处宏伟的建筑，洛克萨纳有些不敢相信，传闻中这座城堡不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被烧毁了吗？
男人看出了他的疑惑，解释说这里10年前确实被毁过，但伯爵立功后重新复位，又亲手重建了这一切。终于赶到了城堡门口，一位举止优雅的绅士早已等候多时。洛克萨娜还没开口，对方就先做了自我介绍，他就是这里的管家罗伯特。罗伯特的态度非常恭敬，甚至还为刚才男人的无礼道了歉，这让洛克萨娜有些受宠若惊，连声说不用这么客气。可男人显然没打算放下戒心，他私下叮嘱管家要盯紧这个女人，随后便牵着马独自离开。既然是为了急事而来，罗伯特便直接把他请进了内城。真是不凑巧，罗伯特无奈地告诉他，伯爵因为南部领地的水灾，上周就已经离开城堡了。洛克萨娜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好在管家接下来的话让他松了口气，虽然主人不在，但他会按照之前的吩咐，明天一早就派医生和物资去修道院。压在心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洛克萨娜不停地道谢，甚至顾不上自己的身份。罗伯特倒是很谦逊，直言这只是在执行伯爵的意志。他还体贴地建议，要不要留下来等明天中午见完伯爵再走。洛克萨娜果断拒绝了，虽然这样有些失礼，但他一刻也不想多待，只想在明天日出时跟着医生尽快回到孩子们身边。罗伯特办事效率极高，听完洛克萨娜对病情的描述，他立刻判断出这是误食蘑菇引起的，也就是俗称的花热病。两人连夜开始整理物资，从收集柳树皮到打包药瓶，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有条不紊。眼看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洛克萨娜由衷地表达了感谢，管家却只是谦逊地笑了笑，安排女仆带他先去休息。可就在两人准备各自散去时，寂静的走廊深处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这深更半夜的城堡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名女仆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说那个一直很安静的女人，偏偏在今天又开始发作了。罗伯特脸色一沉，立刻吩咐人把门锁死，绝对不能让她跑出来。洛克萨娜被这阵仗吓到了，下意识想问问能不能帮上忙，却被管家冷冰冰的一口回绝。为了不让他继续追问，罗伯特直接下了逐客令，让女仆带他去客房休息，并承诺明天一早会来叫他。随着房门重重关上，屋里只剩下洛克萨娜一个人。这一天的奔波和惊吓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他现在只想闭上眼祈祷明天一切顺利。明明只是个不请自来的客人，却还想着去帮人家的忙。洛克萨娜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多管闲事了，还是别操心了，装作没听见，对大家都好。可还没等他躺下，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撞击声，伴随着凄厉的求救：“求求你，快开门！”这声音听起来绝不是在开玩笑。他顾不得多想，一边询问对方有没有受伤，一边猛地拉开了房门。一个黑影顺势倒在了怀里，长长的黑发散落一地。谁能想到闯进来的竟然是个小姑娘？洛克萨娜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撞了个满怀。这女孩瘦的简直只剩下骨头了。更让人揪心的是，她露在外面的胳膊和腿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伤口，这到底是遭了什么罪？洛克萨娜刚想问个清楚，女孩还没来得及开口，门外就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追兵已经赶到了，这下麻烦大了，救救我！求你把我藏起来，他们要杀了我！女孩语无伦次地哀求着，说自己要是被抓回去，肯定会被送上绞刑架。洛克萨娜看着她吓坏的样子，不像是在撒谎，正打算伸手安抚一下，谁知刚一靠近，女孩就像受惊的野兽一样尖叫起来，质问她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洛克萨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自己明明一直就站在她面前啊，难道说这个孩子根本看不见？听着门外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洛克萨娜知道没时间犹豫了。虽然还不清楚这女孩的底细，但她没法眼睁睁看着这孩子送死。她迅速把女孩塞进衣柜，自己则以最快的速度换上睡袍。刚整理好，女仆就推门走了进来。面对询问，洛克萨娜故意装出一副被吵醒的不耐烦，反倒把女仆给唬住了。对方道了个歉，就赶紧带人离开。等外面彻底没动静了，洛克萨娜这才松了口气，赶紧招呼女孩出来。可奇怪的是，衣柜里竟然一点声音都没有了。这孩子到底怎么了？洛克萨娜打开衣柜一看，女孩已经彻底晕了过去，嘴里还在微弱地喊着哥哥救命。看着这张脸，洛克萨娜突然想起柯蒂斯提过，她有一个视若珍宝的妹妹，因为身体虚弱，从不轻易见人。难道这个满身伤痕的盲眼女孩就是那个被藏起来的伯爵千金弗雷？还没等洛克萨娜从震惊中缓过来，城堡的主人柯蒂斯竟然提前回来了。他敏锐地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直接开口询问罗伯特。罗伯特支支吾吾说那位小姐今天又闹出了不小的动静。柯蒂斯听得心烦，只想知道人现在到底在哪。罗伯特犹豫再三，还是说出了那个名字，人就在洛克萨娜那里。柯蒂斯二话不说，按着剑柄就往楼上走，显然是动了真火。可就在他靠近房间时，屋里竟然传来了阵阵歌声，那是他母亲以前常唱的摇篮曲。小麻雀睡在哪？睡在妈妈温暖的翅膀下。这熟悉的旋律让他整个人都定在了原地。柯蒂斯猛地推开房门，可他的出现并没有让妹妹安心，反而让女孩发出了惊恐的尖叫。洛克萨娜紧紧护住怀里的孩子，面对柯蒂斯的强行带离，女孩拼命挣扎着说不要。眼看场面就要失控，洛克萨娜大声提醒柯蒂斯，这孩子现在受了惊吓，根本听不进任何话。柯蒂斯冷冷地盯着他，手里的短刀握得咯吱作响。他并不需要什么保姆来插手家事，可看着眼前的洛克萨娜，他心里却在反复质问：你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为什么要出现在我面前？那些被尘封的记忆又一次在心底翻涌。罗伯特简直不敢相信，那个一直把自己关在阴影里的孩子，竟然第一次在别人怀里睡得这么安稳。洛克萨娜就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让这个充满戾气的房间终于找回了一丝久违的宁静。柯蒂斯独自坐在一旁，虽然语气还是那么冷淡，但他已经听说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他承诺天一亮就派医生过来，哪怕山路被滑坡堵死，他也会让人从小路把药送进屋。洛克萨娜轻声向他道谢，可他心里很清楚，暂时的安稳并不代表危险已经过去。他看着柯蒂斯的背影，欲言又止。洛克萨娜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暂时的停留，可柯蒂斯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愣住了。他语气冰冷地宣布：“你已经回不去了。”洛克萨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只能呆呆地追问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救赎，原来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囚禁。洛克萨娜低声质问：“这就是支持他的代价吗？”柯蒂斯却表现得像个仁慈的领主，说保护子民只是他的职责。他提醒他别忘了2年前的约定，当初为了保住那些领民的命，他放弃了身份，躲进修道院，成了一个活死人。可现在那些人已经成了他的筹码。他甚至反问一句：“那又怎样？”洛克萨娜不想让无辜的人受牵连，如果一定要有人为违规付出代价，他愿意承担所有惩罚。面对他的决绝，柯蒂斯陷入了沉默。曾经的他为了让他活下去，不惜让自己坠入深海，甚至在火光中告白，求他保留最后一点骑士精神。可如今这份爱却成了最锋利的刀，正一寸寸割断他最后的希望。柯蒂斯冷笑着走近，嘲讽洛克萨娜那副高傲的样子。他突然问起一个名字，想知道弗雷为什么会失明吗？那年他才5岁，就在那个年纪，他亲眼看着父母被残忍杀害，巨大的冲击让他彻底失去了光明。柯蒂斯把杯里的酒倒在地上，语气里全是压抑的恨意。事到如今，他竟然还在要求他讲什么骑士精神。如果那种东西真的存在，他的家人就不会落得这种下场，他的世界早就没有仁慈可言了。柯蒂斯突然大笑起来，觉得洛克萨娜要求赐死简直太自私了。他僵在原地，完全没想到真相会是这样。他猛地抓住他的手，语气冰冷的让人脊背发凉。想死没那么容易，什么时候死怎么死，全都得由他说了算。他绝不允许他逃回修道院，更不会让他轻易解脱。从今天起，他不再是高贵的领主，只是这间城堡里最卑微的女仆。他要把她留在身边，让她在漫长的余生里一点点偿还欠下的债。回到城堡的洛克萨娜并没有感受到预想中的轻松，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噩梦反而像影子一样缠上了他。5岁那年亲眼目睹的惨剧，还有那些关于死亡的诅咒，始终在耳边回荡。最让他心寒的，还是柯蒂斯曾经说过的那句话：“你这种人根本不配拥有幸福。”他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轻声念着那个名字，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获救了，还是掉进了另一个深渊。与此同时，罗伯特·卡尔也在质疑这个决定，把他带回来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柯蒂斯的回答冷冰冰的：“难道非要送他去死你才满意吗？”他显然不想再听任何劝告，甚至直接下了最后通牒，不许再插手这件事。柯蒂斯到底是在保护他，还是在亲手打造一座更华丽的牢笼？柯蒂斯转身离开，但他心里的怒火根本压不住。这一拳砸碎的不只是玻璃，更是他快要失控的情绪。凭什么？凭什么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能维持那副高洁的样子？这种不肯低头的尊严，在他眼里简直就是最刺眼的嘲讽。他多希望洛克萨娜能露出丑陋的一面，哪怕只有一次也好。只要能亲眼看到他堕落，他或许就能彻底忘掉记忆里那个女孩。可无论是在回忆里，还是在那些卑微的仆人面前，他永远是那么温柔。这种挥之不去的善良，才是对他最残忍的折磨。在所有人眼里，洛克萨娜永远是那个温柔的化身，哪怕对方言语冒犯，他也只会担心人家生病的孩子，耐心的叮嘱怎么照顾病人。可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修道院，同伴们全都吓坏了。安娜和艾琳围上来，急得不知所措，更不敢相信他那头长发怎么不见了。洛克萨娜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说这一切都是没办法的事。他想解释，却累得连话都快说不出来了。幸好院长及时出现，找借口支开了吵闹的同伴，想让他安静的休息一会儿。看着他疲惫的背影，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段时间他一定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洛克萨娜刚想开口，院长却先一步打断了他。原来院长一直反对他立下誓约，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够好，而是因为他太优秀了。他拥有过人的智慧和勇气，这种才华不该被困在小小的修道院里。院长早就看穿了一切，知道他注定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所以现在他必须立刻收拾行李离开，去往柯蒂斯的城堡，甚至连告别都不需要。洛克萨娜还在担心安娜和艾琳，院长却紧紧抱住了她。家人之间不需要那些虚礼，这里永远是他的家，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他都要记住，这里还有母亲和姐妹在等着他。洛克萨娜终于在院长面前彻底卸下了伪装，他觉得自己身上背负的罪孽沉重到根本无法呼吸，仅仅因为她是侯爵的女儿，就必须承受所有的恨意和鄙夷。原来当年他的父亲亲手毁掉了另一个人的眼睛，这种愧疚感像毒药一样，日日夜夜折磨着他。而在柯蒂斯的回忆里，那段过去同样鲜血淋漓。为了救人，他被迫放弃了去往天堂的机会，选择成为一名满手血腥的雇佣兵。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抓住那个罪人的女儿。院长看着眼前痛苦的洛克萨娜，心里却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两个人明明站在对立面，可他们失去的东西以及内心的那份执着，简直就像在照镜子一样，一个在拼命赎罪，一个在疯狂复仇。当真相彻底揭开的那一刻，他们之间还剩下多少转圜的余地？临行前，院长在洛克萨娜耳边留下了一段话：如果你觉得自己正站在悬崖边缘，一定要记住，还有人在悬崖底下仰望着你。走吧，洛克萨娜。
虽然很多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但有些破碎的灵魂或许还能重新拼凑完整。希望这两个满身伤痕的人能在彼此身上找到缺失的那块碎片。在那辆远去的马车里，他们能否真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平静？早已去世的母亲竟然再次出现在眼前，洛克萨娜立刻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梦。母亲还是像以前那样温柔地劝导他要宽容，说这才是世界运行的真理。可现在的他心里只有挥之不去的恨意，根本不想去理解那些仇人。母亲轻轻抱住他，让他试着换个角度去看待这种无法达成的和解，才是梦境里最残忍的地方。梦里的母亲还在轻声细语，劝他去拥抱那些所谓的恶人。可这种圣母般的言论，洛克萨娜根本无法理解。还没等他问个清楚，母亲的身影就开始消散，任凭他如何呼喊也留不住。随着一阵剧烈的晃动，他从虚幻的梦境中惊醒，回到了冰冷现实的马车里。柯蒂斯在外面敲了敲门，说是车轮陷进了坑里，需要他先下车等候。洛克萨娜看着被捆住的双手，再看看这高高的踏板，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下去。就在这时，柯蒂斯主动伸出了手，示意要接他一把。柯蒂斯有些不耐烦的催促，让他动作快点。洛克萨娜只能顺着他的力道，小心翼翼地走下马车。为了让马车脱困，柯蒂斯不仅指挥着马夫，甚至还亲自上手去推车。这一幕让洛克萨娜看呆了。如果是他那个冷血的父亲，只会站在一旁冷眼旁观。这个男人明明嘴上说着恨他，却又在细节处展现出温柔，甚至愿意放下身段去干粗活。他就像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海，让人根本看不透到底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他。林子里突然窜出一头鹿，受惊的马群瞬间失控，场面乱成了一锅粥。洛克萨娜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跌向深谷。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柯蒂斯声嘶力竭地喊着他的名字，飞身扑过去将他死死抱住。他仔细检查了他的伤势，确认没有大碍，才松了口气。可还没等洛克萨娜开口道谢，柯蒂斯却突然拔出了长剑，眼神瞬间变得冰冷。柯蒂斯随手割断了绳索，既然已经带上了沉重的脚镣，这根绳子确实也没什么用了。紧赶慢赶，他们终于在日落前抵达了城堡。罗伯特早已等候多时，礼貌地把他带到了佣人房。从这一刻起，洛克萨娜不再是那个高贵的千金，而是一个要和利奇挤在一起的女仆。洗不完的碗筷，搬不完的重物，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在给院长的信里写道，自己在这里过得很好，工作轻松，大家对他也很友善。可就在他写下但是这两个字时，笔尖却突然顿住了。身后传来的一声招呼，瞬间打碎了他好不容易维持的平静。利奇这个室友显然不好相处，还没到睡觉时间，就仗着前辈的身份强行要求熄灯。洛克萨娜心里清楚，对方这是在故意排挤他这个外来者。第二天干活时，利奇又找上门来挑刺。他不相信洛克萨娜能这么快干完活，觉得他肯定是在偷懒耍滑。洛克萨娜没多解释，只是坦荡的让他自己去检查。利奇见没抓到把柄，又开始盘问起他的背景，怀疑他是托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才混进城堡当女仆。洛克萨娜心里一阵苦笑，如果说城堡的主人就是他的后台，那确实算是有关系吧，但这种掉脑袋的实话，他怎么可能说出口？利奇的嫉妒心已经完全藏不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新来的居然能住在大小姐隔壁。他觉得洛克萨娜肯定是用了什么手段，才把总管罗伯特哄得团团转。伴随着一声脆响，利奇故意把手里的铁桶摔在地上，骂他是只会装清纯的狐狸精。他甚至还摆出一副前辈的架子，命令洛克萨娜把东西捡起来。可洛克萨娜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平静地指着地上的铁桶，让利奇自己捡起来。既然是自己弄乱的，就该自己收拾干净。如果再这么无理取闹下去，迟早会被别人看穿本性。这下轮到利奇傻眼了，他显然没料到这个看似柔弱的新人竟然这么硬气。利奇显然是被气疯了，竟然想直接动手教训新人，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惹到了谁。洛克萨娜精准地扣住了他的手腕，那力道大的让人根本无法挣脱。利奇疼得连话都说不完整了。洛克萨娜语气平静的可怕，只要利奇答应把地上的水擦干净，他就立刻松手。利奇虽然嘴上还在放狠话，问他是不是不想在城堡混了，但身体却很诚实的选择了服软。既然对方已经认怂，洛克萨娜也没打算继续纠缠，甚至还好心的提出要帮忙。利奇哪里还敢让他帮忙，只能灰溜溜的跑去拿工具。可他们谁都没有注意到，罗伯特就在不远处，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看在了眼里。安娜在走廊里突然停了下来，总觉得背后有人在跟着自己，可等她回头查看身后，却根本没有人影。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就在他看不见的地方，罗伯特正眉出声的走过。在这座大的吓人的城堡里，好像到处都藏着看不见的眼睛。罗伯特把酒杯放下，劝柯蒂斯该休息了。从议会到巡视领地，他已经连轴转了好几天，可边境那边还有人在盯着，他根本不敢停下来。比起这些公事，他显然更在意另一个消息：洛克萨娜在府里跟人打架了。听到他竟然反手制服了对方，他握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女人，骨子里可从来不安分。当初就算被刀架在脖子上，他也没低过头。到底是因为什么，能让他在府里直接动手？原来是有人看他好欺负，已经背地里找了不少麻烦。这下可有意思了。既然是下人之间的排挤，罗伯特决定先压下去。他给柯蒂斯送来换洗的衣服，那满背的伤痕记录着这个男人经历过的地狱。即便身居高位，他也从未真正放松过。比起自己的身体，他现在更关心洛克萨娜的去向。为什么要特意把他调到大小姐身边？原因很简单，那个总是整夜失眠的大小姐，竟然在洛克萨娜身边睡得很沉，这简直是个奇迹。听到这里，柯蒂斯再也坐不住了，他必须亲眼去确认一下，那个女人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看着柯蒂斯匆忙离开的背影，罗伯特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明明是恨之入骨的死对头，柯蒂斯却偏偏留了洛克萨娜一命，把她关进修道院，现在又带回来当女仆。他表面上装的毫不在意，可实际上他的每一根神经都系在那个女人身上。推开房门，柯蒂斯来到了床边，看着熟睡的妹妹，他眼里的冰冷终于散去了一些。听说妹妹今天又没好好吃饭，他心里满是心疼。在这座充满阴谋的城堡里，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妹妹能平安健康的活下去。柯蒂斯站在门外，听见屋里传来细微的碎碎念，他甚至怀疑洛克萨娜是不是在偷偷诅咒他。可推开门缝一听，那个女人竟然在祈祷，她甚至愿意献出自己的眼睛和声音，只求能换回大小姐的健康。柯蒂斯冷笑一声，推门而入，嘲讽她是不是还没忘了修女的身份。在这个吃人的地方，祈祷是最没用的东西。当年他带着妹妹逃亡的时候，也曾无数次祈求神明，可换来的只有亲人的驱逐和追杀。从那时候起，他就明白，神从来不会救任何人。他走到洛克萨娜面前，提起了那个曾经想掐死他的男人，那个叫哈罗德的管家。明明在他们家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选择了背叛。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握在手里的权力，什么都不可信。柯蒂斯继续步步紧逼，他提到自己当面杀掉了那个管家，觉得洛克萨娜心里一定乐开了花。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掉的背叛者才最让人放心。他甚至提到了那个叫玛丽的女仆，看着曾经背叛过自己的人，现在竟然在城堡里过得有滋有味，这种滋味一定不好受吧。面对洛克萨娜的沉默，柯蒂斯彻底失去了耐心，他猛地将她拽到身前，逼着她直视自己的眼睛。看到仇人活得这么好，难道你就不觉得气愤吗？难道你就不后悔没去撕烂他的嘴吗？可洛克萨娜的回答却让柯蒂斯完全没料到。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这世上根本没有天生邪恶的人。这种近乎天真的宽容，在柯蒂斯看来，简直比任何诅咒都要刺耳。洛克萨娜摇了摇头，他说自己并没有感到愤怒，反而因为看到玛丽还活着，心里觉得松了一口气。在他看来，这世上虽然有坏人，但没有谁是绝对的邪恶或者正义。每个人变成现在的样子，都是被环境和生活逼出来的。柯蒂斯显然不信，他冷冷地问：“这有什么证据？”洛克萨娜提到了那个管家哈罗德，虽然他最后想掐死自己，但在他小时候，哈罗德也曾背着他到处玩耍。还有那个背叛了家族的女仆玛丽，虽然是他打开了城门，但在柯蒂斯冲进来之前，也是玛丽拼命提醒他快跑。这些温暖的回忆永远不会因为后来的背叛而消失。看着眼前这个坚定的女人，柯蒂斯第一次陷入了沉默。柯蒂斯冷笑了一声，他说这种感人的话，也就只有没见过血的公主能说得出口。弱者的信仰在权力面前根本一文不值。他不想再废话，直接下达了最后的通牒：从明天开始，洛克萨娜必须日夜守在弗雷身边。如果那位大小姐受了一丁点伤，他会让洛克萨娜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后果。洛克萨娜低声答应了，她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份差事。随着沉重的关门声，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看着窗外，心里开始好奇，那未素未谋面的大小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还没等洛克萨娜推开门，屋里就传出一阵瓷器碎裂的巨响，伴随着惊恐的尖叫声，整条走廊都陷入了混乱。洛克萨娜站在门口，看着屋里的景象，彻底愣住了。那位传说中的大小姐弗雷正指着地上的女仆，歇斯底里的咆哮，要求立刻把人拖出去。大清早的，洛克萨娜就领教到了什么叫明目张胆的刁难，水不是太冷就是太烫。弗雷显然是想给他割下马威，让他在这待不下去。以前的他可能会被吓得发抖，但现在的他更像是一只炸了毛的野猫。他心里清楚，接下来的日子绝不会太平。干完手头的杂活，一个新面孔突然凑了过来，开口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对方笑得一脸灿烂，说自己叫爱丽丝，还一副早就听说过他的样子。洛克萨娜本以为是自己的出现害得对方被调职，正打算开口道歉，没想到这个女孩反而一脸感激，直言自己早就受够了原来的差事，现在的变动简直是救她脱离苦海。对方不仅没有半点怨言，还拍着胸脯保证以后在这城堡里会罩着她。看着对方匆忙离去的背影，洛克萨娜还有点回不过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这种优待。其实他还不知道，自己现在可是城堡里的名人，大家都在传他是那个从不近女色的领主亲自带回来的女人。更重要的是，他之前教训那个嚣张前辈的事迹早就传遍了每一个角落，全城堡的人都知道他不好惹，唯独他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个处处小心的新人。爱丽丝还在背后感叹洛克萨娜是个有主见的硬骨头，可转头洛克萨娜就撞上了一个更难缠的主。弗雷不仅脾气古怪，还当场把整盆洗脸水全泼在了洛克萨娜身上。对方咬定洛克萨娜是故意迟到，就是想仗着他看不见，变着法子的羞辱他。这种因为自卑而产生的疯狂猜忌，让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洛克萨娜只是随口提到了爱丽丝，就彻底点燃了对方的火药桶。在对方眼里，所有人都在背后看他的笑话，所有人都在密谋欺负他这个瞎子，甚至还威胁要向管事告状，非要把洛克萨娜赶走不可。看来在这座城堡里，最可怕的不是繁重的体力活，而是这些扭曲的人心。洛克萨娜正准备去伺候那位难搞的小姐，却看到一个面生的小女仆端着餐盘，神色紧张地走在前面。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走廊里就传出一声刺耳的碎裂声，餐盘翻扣在地上，那个女孩也重重地摔倒了。弗雷不仅没有半点同情，反而冷冰冰地命令洛克萨娜立刻把这个碍眼的家伙赶出去。洛克萨娜顾不上命令，
赶紧上前查看女孩的伤势，正打算叫管事过来帮忙，却被对方死死拉住了衣角。原来这女孩是替生病的姐姐来顶班的，一旦被发现，不仅姐姐会丢了饭碗，回家还要被暴力的父亲毒打。看着女孩满脸哀求的样子，洛克萨娜陷入了沉默。在这座冰冷的城堡里，每个人都在为了活命拼尽全力。洛克萨娜安抚好受伤的女孩，转身冲出了房间，任凭身后的弗雷如何叫喊，他也顾不上回应了。他一路飞奔找到那个爱丽丝，开口就要一个土豆，还要对方磨碎了悄悄送过来。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举动，让对方佩服的五体投地，觉得这位新来的名人果然厉害。洛克萨娜顾不上解释，拿着借来的布和冷水，先给女孩做紧急处理。等爱丽丝端着东西赶到房间时，眼前的景象让她愣住了。满地的碎瓷片和泼洒的水渍，简直像刚经历过一场大战。洛克萨娜用最土的法子帮这个可怜的小女仆处理了伤口。为了包扎，她甚至毫不犹豫地撕开了自己的衬裙。她让女孩赶紧趁乱离开。至于管事那边的责罚，她打算一个人全扛下来。这种不计后果的善良，让死里逃生的奥利维亚感激涕零，也让他们在这冰冷的城堡里第一次交换了姓名。可这一幕全被旁边的弗雷看在了眼里，对方不仅没有被感动，反而觉得洛克萨娜深不可测。在对方看来，一个普通女仆绝不敢如此胆大妄为，除非她的背后站着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这位大小姐显然气疯了，她觉得这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合伙欺骗她。她指着洛克萨娜的鼻子威胁，要么跪下来舔她的脚趾，要么现在就卷铺盖滚蛋。洛克萨娜虽然低头道了歉，但这显然没能平息对方的怒火，反而让这位大小姐变本加厉。对方觉得这种道歉毫无诚意，只是为了保住饭碗的缓兵之计，非要洛克萨娜拿出点实际行动来。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可谁也没想到，洛克萨娜却平静地抬起头，语气坚定得让人心惊。道歉可以，但想让他卑躬屈膝地去亲吻脚尖，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对方显然没听过这种硬气话，整个人都定住了。洛克萨娜继续说道：“弄脏衣服确实不对，但保护那个被烫伤的女仆，他觉得自己没做错。这种靠羞辱换来的服从，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忠诚。”没想到弗雷听玩法，冷笑出声，在他眼里吓人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甚至觉得那是对方在演戏。他猛地拍桌而起，质问洛克萨娜：“凭什么教他做事？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看着眼前这张傲慢的脸，洛克萨娜心里很清楚，他和那个道尔顿侯爵简直是一模一样。虽然嘴上不服软，但为了接下来的计划，他还是缓缓跪了下去。洛克萨娜跪在地上，语气却十分平静。他请求弗雷能发发慈悲，就像给路边快渴死的野兽喂口水一样。对方显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为了别人委屈自己。洛克萨娜轻声回答：“这其实是为了让您也能得到幸福，毕竟没有人能永远孤身一人。”接着他讲起了一个故事，关于这世上最可悲的一个人。那个人视财如命，觉得慈悲这两个字简直是个笑话。哪怕他最后手里攥满了金子，也依然过得非常凄惨，因为他把身边所有人都赶走了，到死都是孤零零的。弗雷忍不住追问：“这到底是谁的故事？”洛克萨娜语气平淡，给出了最后的答案：“是我父亲的。”面对弗雷的追问，洛克萨娜平静地给出了肯定回答：“他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他顺势握住对方的手，语气温柔却带着警告：“如果您总是怀疑和伤害别人，这些恶意最终都会像回力镖一样，全部回到您自己身上。反过来，如果您愿意施舍慈悲，那份善意也同样会得到回报。”深夜，洛克萨娜推开了另一扇房门，罗伯特正站在窗边等着他。显然，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没逃过他的眼睛。他转过身，对洛克萨娜的表现非常满意，甚至难得的夸奖了一句：“你做得很好。”罗伯特直言不讳，弗雷小姐确实是个难伺候的主，但他没想到洛克萨娜竟然是第一个敢正面反抗他的人，而这恰恰是他们现在最需要的特质。洛克萨娜立刻顺着话茬表态，说自己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大小姐着想。接着他主动请缨，询问还有什么能为对方做的。罗伯特叹了口气，提到这位大小姐最近几乎不怎么吃东西，哪怕已经连着换了3个厨师，情况也还是没有任何好转。洛克萨娜回想起白天见到的那一幕，那双细的惊人的手臂，还有那副仿佛风一吹就会倒的身价，难怪他会那么虚弱，原来根源就在这里。洛克萨娜趁热打铁，主动向罗伯特提议，明天的早餐能不能交给他来负责。罗伯特显然有些意外，但洛克萨娜保证不需要大费周章，只要给他一点简单的食材就行。罗伯特沉默片刻，最终还是点头答应了，把这个任务全权交给了他。与此同时，在城外的森林里，气氛却变得异常火爆。德里克正对着眼前的男人大发雷霆，质问对方到底在搞什么鬼。柯蒂斯却一脸无所谓，甚至还反问他在说什么。德里克指着被砍倒的树木，愤怒地控诉对方，这明明是他的领地，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公然挑衅。可柯蒂斯却冷笑一声，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因为这里分明是我的领地。柯蒂斯随手扔下一卷文书，让德里克自己看得清楚，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皇帝已经把这片森林正式封赏给了拉塞尔伯爵。德里克气得大喊大叫，坚称这明明是他的领地。柯蒂斯却表现得非常淡定，直言现在这里归他管了，而且这地方原本就属于拉塞尔家族，只是暂时寄存在别人手里而已。德里克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质问他到底给皇帝灌了什么迷魂汤。柯蒂斯勾了勾手指，挑衅的让他凑近点听。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简直要把德里克给气疯了。柯蒂斯做事要走，还故意调侃对方胆子太小，既然没兴趣，
那就在庆典上再见吧。德里克终究还是没忍住，急切地追问他到底给了皇帝什么好处。柯蒂斯招了招手，示意他凑近点听，结果反手就死死揪住了他的耳朵。柯蒂斯压低声音说，他向皇帝申请清理边境的强盗，而且连背后的主使也一个不留。皇帝不仅答应了，还亲手交给了他一份密令，这就是赤裸裸的警告，如果再敢在附近纠缠不休，下次掉的可就不只是面子了。柯蒂斯潇洒地挥手告别，顺手丢下一个所谓的礼物，只留下德里克一个人在原地。德里克看着手里的包裹，还在纳闷这到底是什么礼物。等他看清里面的东西，整个人都愣住了，那竟然是几只血淋淋的耳朵。柯蒂斯刚才可不是在开玩笑，他是真的敢动手，而且手段比想象中还要残忍。德里克死盯着远去的背影，在心里刻下了这个名字。柯蒂斯今天的这份屈辱，他迟早要加倍讨回来。处理完那堆烂摊子，柯蒂斯整个人透着一股疲惫。随从劝他回去好好休息，毕竟该交差的贡品都已经办好了。他没多说什么，只是想赶紧结束这一天。可等他踏进家门，却发现气氛变得异常诡异，下人们聚在一起窃窃私语，难道家里又出什么事了？刚进屋，罗伯特就迎了上来。柯蒂斯察觉到家里气氛不对，直接开口询问到底怎么了。罗伯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示意他亲自去看看。穿过长长的走廊，他发现动静竟然是从厨房传出来的，门口还围着几个偷看的女仆，被罗伯特一声咳嗽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道歉溜走了。柯蒂斯更觉得奇怪了，这厨房里到底在折腾什么？还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忙碌的对话声、切菜声和讨论声此起彼伏。推开门一看，几个年轻人正热火朝天地准备着食材，这阵仗简直像是在筹备一场盛大的宴会。站在灶台前忙碌的竟然是洛克萨纳，他正熟练地指挥起火候和配料，完全没注意到门口的人。柯蒂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罗伯特在一旁低声解释，说是为了让不肯吃饭的小姐开口，他才坚持要亲自下厨。2道热腾腾的炖菜很快就出锅了，可柯蒂斯却冷冷地吐出2个字：胡闹。他根本不相信妹妹会吃这种东西，更不相信这个女人的动机。面对质问，洛克萨纳只是平静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柯蒂斯却步步紧逼，凭什么要让他的妹妹吃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做的东西？为了证明清白，洛克萨纳提出自己先试毒，身后的助手们也纷纷站出来，愿意陪他一起承担风险。看着这群人如此坚定，柯蒂斯终于沉默了。他最终还是松了口，但警告也随之而来，如果妹妹吃出任何问题，他绝对会让洛克萨纳付出代价。然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卧室里的弗雷脾气倔得很，无论怎么劝都不肯动一下餐具。他已经1天没怎么吃东西了，身体虚弱到了极点，却还是冷冰冰地拒绝了所有人。洛克萨纳没有放弃，他放低姿态恳求弗雷哪怕只是闻闻味道也好，毕竟这是大家费尽心思才做出来的。柯蒂斯就在门外静静地看着，他在等一个结果，看这个女人到底能不能创造奇迹。罗伯特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他太了解自家小姐的脾气了，这种时候餐盘大概率会被直接掀翻。可等了半天，预想中的爆发竟然没有发生。弗雷只是沉默地坐着。洛克萨纳看准时机揭开了餐盖，一股清香瞬间弥漫开来。弗雷看着眼前的食物，原本紧绷的态度终于有了一丝松动。洛克萨纳轻声解释，考虑到弗雷现在的肠胃比较虚弱，所以特意避开了油腻和辛辣，只做了这2道清淡好消化的炖菜。他甚至还给了弗雷退路，如果不合胃口，随时可以撤走。谁也没想到，那个绝食了整整1天的弗雷，竟然真的拿起了勺子，在众人的注视下，他轻轻吃下了第一口。弗雷吃下第一口，整个人就愣住了。他说：“这是一种很熟悉的味道。”柯蒂斯一脸疑惑：“熟悉？”弗雷没有解释，只是静静地感受着这份温暖，就像阳光洒在身上一样。记忆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他还在修道院，院长为了安慰他，特意破例去远处的集市买了鸡肉，亲手做了这道炖菜。那是他记忆里最温柔的味道，也是支撑他度过难关的力量。眼前的这碗汤竟然和当年的味道一模一样，弗雷的情绪再也压抑不住，整个人彻底陷入了沉默。柯蒂斯吓坏了，赶紧上前询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弗雷摇了摇头，努力平复着心情。他只是没想到，在这个冰冷的家里，竟然还能再次感受到这种久违的温柔。听着妹妹不停夸赞食物美味，柯蒂斯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没有打扰这份宁静，而是默默转身离开了房间。夜深了，书房里的灯火依然明亮。属下汇报完当天的政务，递上了一封特殊的入城申请。柯蒂斯盯着桌上的信封，语气冷静地吩咐下去：批准申请，但要推迟外城门的关闭时间。他特意交代属下加强戒备，绝不允许任何外人靠近内城，唯独那个人是例外，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家伙。柯蒂斯静静地望着窗外，深邃的夜色中似乎正酝酿着某种不寻常的气息。远处的灯火与星光交织在一起，映照出一副如梦似幻的景象。看来传闻是真的，一场盛大的仙女宴会即将在领地内拉开帷幕。